山东青州，凌晨4点半的天光还没开始发亮，驼山脚下的龙兴禅寺僧人们已经开始了每天的例行早课。这简单而规律的修行生活，每一年都会随着霜降的到来变得格外忙碌。因为每年的这段时间，寺院里都会集中制作当地最负盛名的特产柿饼。霜降前后是柿子的成熟期，龙兴寺共有10几株柿子树，僧人们要在霜降之后的1周内进行集中采摘，这也是柿饼制作的最佳时间。与此同时，距离龙兴寺30公里开外的王坟镇上梢村，长势喜人的柿子也进入了收获期。这座3面环山的小山村，地处鲁中丘陵地带，种植柿子的历史由来已久。山沟里100年老柿树随处可见。青州柿子多为牛心柿，柿果尖圆，因形似牛心而得名。牛心柿肉细无核，含糖量高，特别适合用来做柿饼。柿子在霜降过后糖分达到最高，但这段时间熟得快，而且一旦熟透变软，很难削皮，就不能做柿饼了。所以上梢、腰庄等产柿大村都进入了一年最紧张的农忙。柿树枝干纤细而且脆弱，摘柿子通常是男人们的工作。村民冯云璞就是一把好手，高达10几米的老柿树借助长梯，上了树就全靠手脚并用，需时刻踩稳重心。他随身带了一只系绳的竹筐，摘满一筐就把竹篮放下来倒掉。张俊禄大爷摘柿子的方法则很直接，摘了就往下丢。他们家的柿子树树龄大，单株产量都在1000斤左右。柿子摘下来就要去皮，这是第一道处理工序。为了方便去皮和悬挂，还要先削去萼片，只保留一段柿蒂和中心的萼盘。虽然机器削皮也已普及，但村里大多数妇女仍保留着手工去皮的习惯。提升手速的小秘诀，要用柿子皮在削皮刀上横着缠一刀，这样削出来的柿皮更薄又防滑。娴熟的人家平均每10秒就能削好一个柿子。晾晒是第2道工序，柿子脱水完全依靠阳光和风，这也是柿饼软糯香甜至为关键的一环。青州当地的传统做法是将柿子吊起来晒，晒架通常都搭在自家露台，阳光充足，通风是基本条件。顶棚有防雨布，阻隔露珠和雨水。先在晒架上绑上细绳，再逐一系上柿子，柿子之间留出空隙，以确保每一个都晒足晒透。晒柿饼最忌阴雨和大雾，但晒得太厉害也不行。太急了以后，它就发霉浆，看到水汽就不好看了。你就使个棚不当责任阴啊，挡了。别见那阳光太多了，这样风吹啊，这是看冷溜就中了这柿饼。2017年是近几年天气最好的一年，秋阳高照，北风强劲，柿子晒足1个月就达到了出霜的要求。吊晒至外韧内软，柿饼已见雏形。这个时候要抓紧下架，剪去柿子蒂，在玉米杆编制的席子上摊开，
然后进入柿饼最后一道工序——自然出霜。出霜其实就是水分蒸发、糖分析出的过程。糖霜的厚度靠的是摊晾干湿度的掌控，白天晾，晚上捂，不能晒得太干，也不能接触到露水，并且要适时盖上遮阳布，控温控湿。另一个影响柿饼出霜的因素是温度，温度越低，柿饼出霜越快。这几天正是小雪前后，温度在0度上下。晾个4、5天，糖分开始零星地在表皮凝结成霜。为了让出霜更均匀，村民们每天都会翻动柿子，这也是青州柿饼霜厚而严密的细节所在。8到10天后，柿饼开始大面积出霜，近2个月的忙碌，丰收在望。青州柿饼软糯甘甜，这大自然的馈赠，寄托着青州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，红火甜蜜，万事如意。